我准备赌一个大的，赢了，老婆孩子下半生就有着落了；输了，我就自己担当。结果输了，不但输得精光，还欠了一屁股的赌债。我跟我自己说，一人做事一人当。 怎样也不能连累老婆和孩子。你之前借的钱一分都没有还呢。我就是来说给你还钱的事儿的。这不是钱的事儿，这么干是违法的。你爸死的时候，躺在炕上没人管，还是我收的尸呢。死在炕上3天都没人管，也没人知道。你在这一辈子能挣多少钱？你算了吗？这票干成我就收手了。事成之后，我给你1/3的钱。 骗猫的钱，除了还赌债，还有一点点的盈余。哎，车来了，车来了！师傅，停！师傅停车！停！哎，师傅，去白杨市，我们去白杨市。珊，把这个拿着，来，来，给我。谢谢啊，谢谢。哎呀，好了，走。急就是不能生活在一起，可是，一想想他们下半辈子生活无忧，我就踏实了。喂，哎，你好，这里是交通广播。我要点一首歌，送给一个姑娘。啊，好的。她去白杨市学习跳舞了。请问您要点什么歌呢？您的姓名是？我要点个钢琴曲，《天鹅湖》。我还有一句话送给她。接下来啊，是一位匿名听众为一位即将去白杨市艺术学校学习舞蹈的姑娘点播的一首钢琴曲《天鹅湖》，并送给她一句话：失去是新的得到，离开是新的开始。旁人认出我去了南方，改名叫李子高，从事我的老本行干木匠活。我常常告诉自己，好死不如赖活着，就这么着吧。活到哪儿，
算了。那个时候，我最爱去的就是游乐场。那里有很多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带着孩子那种。每次看到他们的样子，我都觉得像钩子一样，勾着我过去的回忆。妈妈，你看，想起那会儿的好日子。漂泊久了，我觉着我还是离不开他们母女俩，就是不能在一起生活，远远的看看他们，我就满足了。后来我决定回来，我第一时间给郝东郎打电话，我才知道马红梅在坐牢，崔善一个人在学校。我决定留下来。崔善在哪儿，我就在哪儿。那段时间，影视剧做道具的行业开始发展起来，我就拼命的在摄制组接活，做道具，每年挣不少钱。我就让郝东郎给马红梅送吃的，给崔善寄钱。崔善毕业了，来到海港城，我也跟着他来这儿。说说余生，你和余生怎么认识的？孙女，孙女，开始吧。我找到水鬼了。小包子，祝愿你个辛苦。眼睛都睁大点啊！收到。观众基本上都入场了啊！每个部门都守好自己的岗位，别掉链子啊！你那边怎么样？没什么问题吧？进去。
我去趟卫生间。去吧。这男厕所，你这个妮儿跑这弄啥？我是警察房一头，我们在执行任务，请你配合我们调查，出示一下你的证件。那要上厕所还出示证件？请配合一下。我是不来。作为中国公民，你有义务配合警方。一彤，能听见吗？在旧都城酒吧，余生对我们讲述了关于刺猬的故事。之后，陶瓷的描述也从侧面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让我们更加相信刺猬就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那故事挺扯的，但是如果是真的话，还算是挺传奇的。我的这个朋友的故事其实蛮传奇的。直到我们救出崔善，从崔善的口中得知，其实余生认识崔善，并且见过崔善。但余生并未向我们提起关于崔善的任何信息，这不禁让我怀疑，余生是否在隐瞒些什么。之后，陶瓷跟我透露了一个重大线索。我的朋友找我，我要走了，再见。据陶瓷的回忆，他的那位朋友戴着鸭舌帽，穿着黑衣服，这种体貌特征与崔志明特别相似。之后，我又从头仔细看了一遍陶瓷和余生对话的录像，
发现了更加奇怪的事儿：余生的笔记本居然是空白的。你想，余生怎么能把刺猬这么长的故事一字不落的全背过？所以，余生非常的可疑。余生就是水鬼。余生作案的方式其实用4个字就可以概括：借刀杀人。现在我就用我们之前所收集到的线索和证据，给你们推演一下，他们是怎么样配合一步一步作案的。首先，因为一斌偷拍的行为伤害了崔善，所以余生要找到一斌。第一步，由于一斌有过违法直播的前科，所以现在他的 IP 地址是虚拟的，以至于余生难以通过 IP 查到他的具体地址。哇哦，谢谢这位宝宝的点赞！而且刚刚在私信里，他以一斌粉丝的身份在直播间私信一斌，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每周3都会去霓虹河畔潜水，还故意渲染他和神秘男子在水下发生性关系的事情。快，开始。这样的内容显然符合一斌直播的风格，于是一斌从6月份开始，每周3都去直播阿水潜水。录到了，录到了。余生也就顺藤摸瓜地跟踪到了他的住址。随后，他就指使崔志明以摄影师的身份约拍一斌，并且得到了他准确的身体尺寸。在这间囚室里，我们找到了大量一斌的指纹、血液、毛发，还有皮屑，证明他们曾经在这间囚室里对一斌进行过刑讯。他们让一斌面对另一具形象凄惨的仿真假体，并对其进行恐吓。一斌因此讲出了他受陈绿军指使陷害崔善的事实，而且他们还录下了一斌的供述。是陈绿军，是他让我去设计陷害林子翠，让我留下证据。所以说，陈绿军才是主谋，是陈绿军选的崔善，不是我。根据崔善的供述，这段录音后来由一斌的假人转述给了他。我组了个局，我把林子翠和崔善约到了一起，他们那些短信是我伪造的，然后他们俩就约上了，他们就好上了。那个视频是我拍的，但是是陈绿军让我拍的，是陈绿军，不是我。他们终于知道了，原来崔善和林子翠的桃色事件的幕后操控者就是陈绿军。案情到了这个阶段，更显示出余生的老成和可怕。他迅速做出策略调整。首先，他们囚禁了崔善。你干什么？并通过模拟场景还原记忆的方式，试图还原崔善从小到大的不幸遭遇，让崔善对现实社会产生抵触，并告诉他，只有刺猬才能够拯救他。而且，软禁崔善的计划应该是早就定下来的，因为封闭剧场中的道具和假人，这一切东西都需要大量的准备时间。与此同时，余生开始接触崔善的心理医生陶瓷。他接触陶瓷的目的有2个：第一个，偷偷了解崔善的心理情况，这样有助于他控制崔善的心理；您是代表您的朋友来做心理咨询和辅导？对。医生去治疗流感病毒，他给病人用药，并不是药物杀死了流感病毒，而是医生用药物调动了自身的免疫力。或许你可以从感官上刺激影响他，比如说老照片、儿时的童谣，或者某一种味道。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不应该去逃避，因为这是心理疾病的根源，必须要揭开伤疤，让患者看见它，这样患者有可能会被治愈。干我们这行的，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残酷。不是有点残酷，是非常残酷。残酷不一定是错的，但逃避一定是错的。你为什么会有这把伞？
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到底要干什么？第二，余生想通过陶瓷了解当年的刺猬在崔善心中的位置。当余生和崔志明杀了疑兵，制造浮尸案之后，他们就开始实施谋杀陈立军的计划。他们第一次袭击陈立军用的是手机信号调虎离山，然后他们趁机对陈立军进行了伏击。只不过那一次行动被依然给拦下来了。快跑！快跑呀！我基本上可以肯定，那天晚上杀害依然的黑衣人不是崔志明，而是余生。余生并不想杀害依然，因为依然在阿水小馆门口跟他撞肩时看到了他的脸，所以他不得不下杀手。这是一组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搜集到的黑色 SUV 在1个月内换着不同的牌照、套牌或者是无牌在出行时的监控录像。根据这一些碎片化的监控记录和地点，我做了一个数据图。在这一份数据对比中，我们看到以下几点关键信息：黑色 SUV 在8月1日至8月18日之间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在跟踪陈立军，在8月18日以后，则主要辗转于霓虹河畔和东罗巷之间，并在8月19号凌晨前往旧都城酒吧，这也正好是亮子被袭击的那一天。然而，从余生于陶瓷在8月5号到8月18号之间心理咨询的时间段来看，很多时候一定不是余生在驾驶这辆黑色的 SUV。是崔志明和余生在交替使用这辆黑色的 SUV， 他们在执行不同的任务。一切都按照余生的计划在进行着，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在崔善的老宅找到了林子翠。他用纸条约林子翠去旧都城酒吧，是为了把她当诱饵，引出陈立军。但是最后找上门的却是我们。我拿到了你留下的纸条。你是林子翠？哦，我是林子翠。你来旧都城酒吧，今天晚上10点钟。你们听，这个接电话的人就是崔志明，他被余生安排在旧都城酒吧当接应。崔志明这个时候立刻打电话给正在陶瓷工作室的余生，余生也猜到了警方注意到了他，所以他调整了整个计划。因为事出突然，余生来不及准备刺猬的假人，所以刺猬的假人与之前的假人大相径庭。我们再来看看余生如何在旧都城酒吧面对我们做到一人分饰两角。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每一次水鬼假人说话之前，都事先是有信号提醒的？而且这个发出提醒信号的人，有没有可能就是余生本人？余生，过来！你不但把林子翠给搞来了，还搞来了一堆警察。首先，余生在旧都城酒吧给我们唱了一出双簧，塑造了水鬼的设定，同时让崔志明假扮水鬼刺杀自己，从而洗脱自己的嫌疑，也把警方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水鬼的身上。老许，而崔志明也会成为一个替死水鬼，这也是余生的计划的一部分，这个稍后再谈。队长，你干嘛老盯着他看？啊，没什么。
他说他来过这里，听过我的音乐。所以你知道他是谁？我不知道他是谁。你不是说他来过这儿吗？我没有见过他。没见过他，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他为什么选择告诉你？你跟他之间是不是原本就有什么联系啊？我是犯人吗？你为什么要像犯人一样的审我？我是受害者。余生遇刺这出戏虽然是双簧，但是扮演者却有3个。你是说除了余生和崔志明，还有第3个人吗？你忘了吗？崔志明不会游泳，那他是如何在刺杀余生之后跳入河中逃跑的呢？在旧都城酒吧袭击余生的确实是崔志明，可是最后跳入河中逃跑的是另有其人。我们通过郝东郎了解到，崔志明小时候有过溺水经历，他一直对涉水有一种莫名的抗拒，所以崔志明不可能是水遁的人。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整个海港市，余生能相信的还有谁？阿水。对，而这个水鬼就是余生和崔志明还有阿水共同演绎的一个符号。罗素对旧都城酒吧进行了全面的排查。这应该是一个发声装置，把它带过去做进一步检查。彻底排查之后，罗素发现了很多暗藏发声装置的地方，而且这些信号接收器与水鬼口中的传声器以及双眼中的摄像头，它们的信号发源地是重合的，而这个发源地就在霓虹河畔的一个防空洞的密室里。老罗，哎，我们还找到了一块硬盘，但是已经被格式化了，我们正在努力的恢复当中。继续。综上所述，我的推测是，水鬼的发声是余生提前录好的，输入到系统当中。当他需要水鬼发声时，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发出信号。别让人家白来一趟。陆队长，你听好这首曲子，这是我给你的送终曲。余生试图用这样的手段来迷惑我们，让我们相信有一个水鬼的存在，而他和默默则是被水鬼劫持的人质。听不见心的声音，尝试着寻找自己。空荡房间里，流过泪的眼睛，幸福的光晕何时能照进这里？比爱更小心分离，也尝试着多宿命。故事的原委，想说已没力气，一个人前行，远方如梦如幻影。走出命运的天罗地网，微笑着原谅，即使被孤单追赶，也要走出
中有微亮，陪我细数星光，在回忆的荒原种下花一朵，盛放。相信分离，也尝试挣脱宿命。故事的原委，想说因没力气，一个人前行，远方如梦如幻影，走出命运的天罗地网。微笑着原谅，即使被孤单追赶，也要走出悲伤。黑夜中有微亮，陪我细数星光，在回忆的荒原种下花一朵，走出命运的你争我抢，争住不投降。全世界也要走出悲伤，冥冥中有力量，一路带我逃亡。天空有花火，在迷失的路口燃放。